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！呢一集呢都同大家睇一個中國案件啊。呢個案件嘅主角就犀利啦，佢曾經呢係被譽為係中國最犀利嘅死刑犯啊，3次被捕，2次越獄啊，甚至乎喺死刑前竟然可以令到自己嘅人生逆轉啊！咁到底佢做過啲乜嘢呢？個死刑最後有冇執行到呢？我哋一齊睇一睇啦。咁呢一個男人叫李洪濤，喺1966年湖北黃陂出世，屋企入邊嘅大仔嚟嘅，父母好錫佢噶。嗰個年代其實好多人都食唔到飽飯嘅，但係佢就竟然可以成日收到老豆所送嘅玩具。李洪濤喺4歲嘅時候，佢阿爸就發現佢同其他小朋友唔同啊，其他小朋友都係正常玩玩具，李洪濤就中意將啲玩具拆成零件，然之後憑住自己嘅記憶力逐少逐少咁樣組裝翻起佢，就係咁樣呢，李洪濤逐漸有咗超出同年齡小朋友嘅動手能力同思維能力啊！返學嘅時候呢，呢一點係表現得淋漓盡致，由細到大佢都係當地遠近馳名嘅小天才。去到1980年，14歲嘅李洪濤獲得全國中學生競賽第2名嘅好成績啊！4年之後，佢輕輕鬆鬆考入浙大嘅電子系。畢業之後，李洪濤就分配咗去昆明電阻二廠做技術骨幹啦，薪酬待遇都係非常好啊！佢亦都係成為咗人人都好羨慕嘅高知青年。幾年後佢結埋婚添，婚姻事業好美滿啊！但係李洪濤呢開始徹底迷失自我啊！結婚冇耐，佢出軌咗一個女大學生，佢老婆就接受唔到，當場同佢離婚啦。喺嗰個年代啊，其實婚姻幸福係會直接影響到個人事業噶。李洪濤出軌呢件事瞬間傳開咗啦，而為咗工廠嘅名聲，廠長係好果斷咁樣將佢開除咗。呢件事嘅發生令到李洪濤當時非常之後悔啊，曾經係通過自殘嚟懲罰自己。咁之後嘅2年時間入邊，佢嘅生活都係過得非常之消極，情緒係非常之差嘅。喺偶然嘅一次機會入邊，李洪濤嘅老同學揾到佢啦，就話希望同佢一齊開間公司啦。但李洪濤好耐都冇做過嘢噶啦，2個人啊左度右度都揾唔到一個初創資金出嚟。為咗解決資金困難嘅問題，李洪濤決定鋌而走險，偽造咗某間公司嘅公章啦，大搖大擺就去銀行攞錢，然後就存入自己提前偽造好嘅賬戶入邊啊。通過呢一種方式，李洪濤呃咗銀行8萬蚊，令到公司正常運作咗啦。但係人嘅貪欲係無窮無盡嘅。上世紀90年代啊，大多數人一個月嘅人工都係得幾十蚊咋，8萬蚊係一筆好大嘅數啊！咁原來佢哋第一次去做呢個詐騙匯款嘅時候，已經俾銀行發現㗎啦。咁冇幾耐，2個人手上邊嘅錢又唔夠啦。咁於是乎，李洪濤決定再次做詐騙匯款。咁但係今次呢，就俾已經布下咗天羅地網嘅警方拉咗啦。而從來未試過體驗高牆生活嘅佢，入到看守所之後呢，唔單止唔驚啊，甚至乎仲有少少興奮啊！呢種感覺令到佢成身咧係震晒嘅。佢明白啦，呢度唔係佢應該嚟嘅地方，而李洪濤係精通電子機械嘅，佢一早已經發現咗看守所係有漏洞嘅。警察食飯嘅時候，佢用一個鐵絲打開咗手扣同羈留所嘅門，就係咁樣大搖大擺走咗出去。走咗出去之後嘅李洪濤就坐火車去到貴陽啦。喺呢度人生路不熟啦，亦都唔能夠一路咁喺度。佢睇中咗一架奧迪 A6L， 就算車主喺車上邊呢，都難佢唔到。李洪濤就好大膽咁樣同對方搭訕，然後傾偈嘅時候就記低咗車匙嘅紋路，然後佢竟然喺賓館呢係仿製車匙將架車偷走咗。咁
咁後來佢亦都係賣咗架車，手頭上有少少錢。而之後李鴻濤就好掛住自己嘅大學生女朋友啦，於是乎就去揾佢啦。而為咗方便啊，佢竟然又再動手偷車喎。佢今次呢，就偷一架桑塔納警車，一路呢係大搖大擺開車開到去女朋友所在嘅大學啊！一架外地嘅警車停喺昆明大學附近。呢一種咁顯眼嘅行為，警方一早就已經留意到佢啦。咁幾日之後又將佢捉起啦。咁李鴻濤俾人捉咗之後，佢冇驚啊，反而好囂張咁樣叫呢啲辦案人員盡快判刑啊。佢想結束呢個咁盲目嘅生活，早啲去監獄踎一段時間。如果唔係呢，佢就會再次越獄噶啦。而警察冇將佢講嘅說話放喺心上邊啦。李鴻濤第二次入監獄之後，唔單止冇驚啊，反而悠哉悠哉喺監獄入邊仲收咗2條僆。今次呢，佢哋通過挖地道嘅方式成功越獄啊。咁今次越獄之後，李鴻濤冇走啊，反而喺附近嘅電話亭就打咗個電話俾當時嘅辦案人員啊，話俾對方知我又走咗出嚟啦。吹咩？個態度係極其囂張噶，係激到啲警方咧扎扎跳。啱啱越獄嘅時候，李鴻濤仲有少少刺激感嘅。新鮮感過去之後，佢覺得好無聊啊！咁呢一個所謂嘅越獄逃亡就變成散心啦。咁偶然間啦，有一日啊，李鴻濤醒起自己嘅大學未完成嘅無刷電機實驗，於是乎佢打算再次重操舊業啦，將呢個實驗一定要做出嚟啊！而呢一個咁緊張刺激嘅實驗，令到李鴻濤都忘記咗時間，甚至乎警察揾上門啊，佢都完全冇感覺啊！去到1992年12月8號，越獄唔夠1個月嘅李鴻濤再次入獄啦。喺拘留所期間，佢多次要求公安要俾佢做無刷電機試驗，如果唔俾佢做嘅話，佢就大吵大鬧啊！當時嘅獄長孫以雲係一個重視人才嘅領導，佢一直希望呢啲犯人呢可以有自己嘅一技之長，出獄之後呢係可以為社會做貢獻，唔至於係會再次入監獄。佢經過一番嘅調查之後，就同意咗李鴻濤嘅實驗啦，甚至為佢提供一間嘅監舍做實驗室。喺呢一年入邊，李鴻濤好似忘記時間咁樣，一條心喺自己嘅無刷電機實驗入邊。監舍同埋埲牆寫滿晒密密麻麻嘅公式，外人睇落去呢可能會覺得佢係黐線佬。去到1993年嘅11月1號，李鴻濤喺中級人民法院審判，佢以詐騙罪、逃逸罪、盜竊罪等等罪名判死刑。1個月之後執行啊！咁聽到自己要判死刑之後，李鴻濤好平靜啊，好似一早知道結果一樣，淨係嘆咗幾口氣，就話實驗時間唔夠啊。之後佢又再次投入精力擺落去自己嘅實驗嗰度。而監獄長孫以雲認為李鴻濤係個人才嚟噶，唔應該就咁死。於是乎竟然喺外邊就請咗幾個無線電機方面嘅專家，為佢提供咗一啲嘅知識啦。去到1993年12月31號，李鴻濤死之前最後一日，咁呢個男人呢亦都冇任何恐懼，就慢慢默默咁樣做實驗，好似聽日要死嘅人唔係佢咁啊！就係咁樣，佢嘅生命就嚟到倒數計時啦。行刑前嘅2個小時左右，李鴻濤嘅實驗竟然成功咗。孫以雲亦都知道呢件事意味住啲乜嘢。佢首先就同李鴻濤申請咗緩刑，然後再幫佢申請專利，同時派人將佢嘅研究送去電氣研究所測試數據，完善模型。一系列操作之後，短短1年啊，李鴻濤先後獲得第5屆中國專利發明博覽會金獎、雲南省優秀發明創造1等獎，而佢自己就由死刑變成有期徒刑。而之後李鴻濤就利用自己嘅能力幫監獄完善系統，另一方面亦都繼續研究，獲得3項嘅發明專利，3項實用新型專利。咁呢個故事其實上過報紙好多次噶啦。咁由於李鴻濤嘅出色表現啊，佢先後係獲得多次減刑啊，而且
透過佢多次越獄嘅經驗咧，佢所住緊嘅監獄係俾佢改造到好難再有人可以逃到獄啊！而佢咧亦都係由一個死刑犯最終變成12年嘅有期徒刑啊！喺2009年成功出獄，咁皇天不負有心人啦，佢亦都係憑住自己嘅專業知識同專利，最終咧係俾一間好知名、好出名嘅企業高薪聘請成為工程師。咁但係呢一個所謂嘅最牛死刑犯咧，其實都只不過係個別例子嚟嘅咋，因為佢所犯嘅罪咧，其實都講得上係罪不至死嘅，係詐騙啦、逃獄咁呢類事情啦，唔係殺人放火，所以佢最後係可以獲得咁樣嘅減刑出翻嚟咯。咁如果係換咗殺人放火嘅重犯嘅話，可能就算有專利都未必會放佢出嚟，可能一直都係喺監獄嗰度無期徒刑，叫佢不停做研究咯。咁但係講翻轉頭啦，如果李洪濤唔係喺監獄度做研究嘅話，可能呢一個咁樣嘅技術都唔會出到嚟，因為監獄咧係一直困住佢，佢冇嘢做，只能夠喺度做研究、做計算，咁可能好多嘢都係整定啦。最後一日呢一個實驗先至叫做成功咗啊，都叫做命不該絕啦。好啦，咁今集咧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。大家有咩想講呢？下邊留個言啦。咁我哋就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